本节目由李锦记博研生抽独家冠名播出。李锦记博研豆豆都好吃，博研味更鲜。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一的金弄鱼1:1:1调和油赞助播出。还有18分钟，快点了，还是我去烤这个了，不然来不及了。不得行。当时在这个亮。快，走5分钟了。小瓢杆儿，有小瓢罐，你来就是了。哎呀，不要。啊，就这样子，撒一点这个就可以了。这样子。好，可以。然后我放这个来。哎，我的莲藕来。我莲藕呢？哎，大师傅嘞，你我放在这儿下面。快！不要这个踏块了，直接放。那来不及了，快！第二组寒江独钓，最后1分钟，请选手抓紧时间，出餐按铃，超时每30秒将会扣1分。哦，你按铃。你这儿。你按铃。铃呢？随便按一个铃就行了。哎，这儿。啊。铃在哪里啊？倒计时，10、9、8。你按的。6、5、铃呢？4、3、2、1，零，时间到。哇！接下来，请星图介绍自己的菜品。OK， 各位老师好。其实拿到这个题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句古诗嘛，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所以我们把鱼化作孤舟，绣球菌化身为寒冬的白雪，然后以茭白为湖面。鸭子呢，冬天嘛会冻到湖底的，所以鸭掌我们放到了盘子的最下面。然后酒精封霜之后呢，钓鱼的线已经没了。小船上呢也结了一些岁月的痕迹，所以上面有一层轻轻的青苔。那么多食材，我们都是把它藏起来，就是给评委老师一个隐藏盲盒的一个感觉。请各位评审开始品尝星图菜品。大家都在细细的斟酌。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口感，每一个食材都吃得到。然后下面那个小蒜泥拌的那个酱汁儿，
你就越吃越停不下来。蒜泥跟鸭掌的口感很好，把这个腥味给去的，还有辣味，对吧？它的风味都变。接下来，请宿主介绍你们的菜品。我们带来的这个韩江毒料呢，其实主要是冷季风，然后又有宋式的这种留白。我们把鱼做成雪花鱼闹，代表江雪。鸭掌藏在雪里面，用青苔加了一些墨鱼汁，做成了这种水墨丹青的这样的一个留白。在韩江里面，那个雪景一样的感觉。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OK， enjoy。很清雅。味道呢清爽。因为现在的人，我觉得味道挺好的，就看他们喜不喜欢。I think the seasoning to me was good. 吃鱼不见鱼，我觉得很高级。其实这个也好吃，也好吃，不错。它是川菜的传统的雪花鸡肉，变成了雪花鱼肉，它工序比较复杂。那也好吃。对。味道好奇怪。柠檬，柠檬太重了。很香的。我有点吃不出来，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它有点腻，我就加点柠檬皮水。第二道菜品品尝完毕，请各位评审为本轮菜品进行投票。请注意，本轮每位评审计2分，总分20分。喜欢新厨菜品，请按1键；如果喜欢素厨菜品，请按2键。你喜欢哪一个？我觉得都还挺好的。现在还没有办法决定。两个其实也差不多，两个队都有自己的这些创意在里面。他把一个把雪标出来，一个毒调标出来了。我们这局如果能打成平手也行。我估计可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内心是希望我们能赢，而且能把比分稍微拉得大一点点，赢他们多一些，因为这样后面的压力会小一些。投票结束，截至目前两队的比分为35比46，票差为11票。下面马上公布第二道菜品的投票结果。首先有请梁金伦老师公布你的投票结果。I chose I think this round might have chance because the Chinese food. 真的比我自己做还紧张。现在 I chose be an amateur chef. Thank you. 现在两队比分为35比48。哇！
It is a very unorthodox dish, and I took a chance to vote for you. So I hope I'm not going to be alone in the Cold River on the voting. Thank you, thank you. 总体来说，这2个完成度都非常好，但是打动我的是心里面一紧，哎呦，或者又输掉了，紧张，会不会成为团队的罪人？这个有点局面有点，不要说，稳着，不要说。打动我的是新厨。谢谢。哎，好。We're not getting too excited. 我选择的是别晃哥，我没晃。新厨。Yes. 个位数了。我投给新厨。我投了这个新厨。投给新厨。我投新厨。Yes， 我们不是来玩的。应该平手，应该差不多平手。截至目前，2队比分为47比48，仅剩3位评审分数未公布。来了，好会说。我选择的是。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比赛结果还是关系到团队的荣誉吧。这一场我们一定要赢，而且要赢得很漂亮。哦，这个时候很激动，这个很关键啊，这个比赛很关键。现在就是要反超，最后再把它封死 KO， 封死。啊 ，Come on, man！ 我选择的是。好紧张。新厨。至此，新厨队分数已经逆转。那他肯定超的。漂亮，反超，好，漂亮，反超，好。没办法。其实我是为素厨感到紧张，因为我觉得就这么被人家反超了，正常有点接受不了。接下来，请秦卓南老师公布你的投票结果。我不犹豫。我把这一票投给了素厨。谢谢。 2队比分为49比50。我把这一票投给了可能翻盘哦。素厨，恭喜！最终比分是49比52。
差距不大，差距不大，3分多的。OK， 我接近。Thank you for not leaving me alone on the Coal River. Yes. Thank you. That's it. I grateful to you the most. That is the dish last year. The person or the chef who did this dish last year who won the contest, so therefore he knows best about this dish, and he picked, the anonymous chef dish, which is the same as me. Even though minority, I thought his vote is very important to me. 确实，因为这个菜呢，是成就了我，最后我登顶成为去年的总冠军，所以说记忆犹新。今天2位同样的一个主题，同样的食材去展现我们的韩江独调，我觉得完成度都非常好。那素厨的话，确实他很用心的去把我们的技艺，特别是把我们的这一个雪花的鸡烙变成了雪花的鱼烙，这也是我们传承经典的一个菜式。素厨它吃鱼不见鱼，我觉得很高级。另外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它用了苔藓把它烘焙脆了之后搁在雪堆上，我觉得这个搭配它是因为简单，但是呢又明确，它风味呢，就能够感觉这种咸鲜味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味极感。新厨它这道菜很明确，每一个 layer 每一个层次的味道非常清晰。巧思的是下面是不是用了鱼香酱来做一个底？一个蒜泥，没有红油的蒜泥，没有红油的蒜泥，吃起来有点鱼香的味道，所以这个蛮合味的。我实话说，我是纠结了一下，我后来还是会被味道所打动。如果不是它的调味调得这么好的话，我可能会投素厨。但是它的味道就是调得很好，它是每一个菜的存在感都很强。在味道上面呢，素厨队用了一些传统的技法，味道呢基本上比较清爽，比较简洁，更多的想表现食材的这个味道，相对来说就平和一些清爽一些。那个队的味道呢就浓郁一些浓厚一些，还有几层味道。从上面的鱼是酸酸甜甜的，到了中间这个呢，它又是一种咸鲜的这个味道，到了最底层呢，又是蒜泥的味道。它这个味道有层次，所以它能够单独吃也有层次，放到一起吃，味道其实也是很丰富的。所以我最后选择的这个新厨呢，确实是因为它的味道更丰富一些。而素厨的这个菜，把鸭掌拆完以后放在里面的，确实那个骨头还蛮多的，我吃出了大概3、4块骨头。所以这里有点瑕疵。我这个素厨这边的我没有鸭掌，对，我没吃到鸭掌，我这没有鸭掌，忘了。第2轮的结果已经全部出炉，本轮票差已经缩至了3票。棒！哎呦，当，全是给我们的票，哇，心情豁然开朗，我做到了。我把火焰双子星的名头已经丢掉了，我也拿到了很高的分，为团队争取了更多的分回来。开心啊，当然开心。7比3，这不是大胜吗？之前周春老师给我们开了个好头，然后这次我们又努力能把分数拉回来，就是已经拉得很正了，只剩3分了嘛。所以说后面就更有信心了。上微博进入百厨大战话题页，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棒，辛苦，棒！来，很棒，加油！辛苦了！没有，这仗没打好。辛苦了！师傅辛苦了！累不累？简单的。我等。
还是准备的不充分。如果我自己给自己打分，可能最多打60分。第3轮 AI 对决，一口吃遍4季。倒计时开始。你走这边，我走那边。你去推。咁我哋過去揀嗰啲嘢先啦。我走住先，你哋攞。好。第3轮我们是派出了我们的古色古香组合，因为一个做潮汕菜，一个做粤菜，这都对乳鸽有精有研究，所以说我们把最后一轮放到了我们的杀招。我们古色古香组合，他们号称京城最会做鸽子的2个男人，所以手拿把掐，轻轻松松，妥妥的定海神针。看看要拿些啥。麵粉係咪呢2個？其实第3轮上场的时候，我真的压力还挺大的，因为对面的2个古师傅都是做粤菜的，而粤菜对于乳鸽和金蚝这个东西是把握得很好的。论专业度的话，我们这边肯定是不如对面那边的。我们那边能比的只有创意，剩下的对面这些老师傅们几10年的经验是我们完全比不了的。哇，这鸽子准备的那么多。对呀。好似你切嗰啲碎料啊，紅菇都浸咗佢，紅菇，我燉鳩咗，紅菇切粒得啦，切粒得啦，我燉鳩咗湯底先啦，好唔好啊？好，你哋攞開喺呢個針啊，斬雞啊，我呢度整啊，你喺度斬雞。其实去年当我拿完米其林1星的时候，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庆功晚宴，和谷志辉老师2个人呢就用鸽子做了一个4手连弹。当时我是做了一个鸽吞燕，谷志辉师傅呢是做了一个脆皮鸽子。这道菜呢也是有鸽子的出现，所以呢我们2个呢就是选定把这个鸽子大家分工合作，去把这个鸽子做好。我们2个都对这道鸽子的菜呢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鸽子嘛。所以除了主菜，我们还做了一个汤。但是这个鸽子汤用什么来调味呢？当时谷志辉师傅就提议说，要不要用那个麦穗来炖汤？因为麦穗一加进去，这个口感一下就变得有层次感了。哇，这个青麦，哇，这个在我们老家就是拿火燎一下，稍微还有香味。炖汤，起到一点麦香味。现在主要就是把这个菇跟笋2种东西酿下去了。对，金蚝，好的，金蚝。因为我们呢觉得这个主题啊，一口吃4季，你那么多种原材料，是怎么把它呈现出来呢？我们就想到把这个原材料切碎，炒香，再酿进这个乳鸽这个腿。因为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去想把这个乳鸽整个取出来，但是整个取出来酿下去呢，可能时间不够。后来呢，我们就想到，只是用这个乳鸽腿，我们这个做法呢，就是挺創新的。我直頭喺鑊嗰度煲佢得啦，呢啲好快，應該好快弄。係啊，煎下佢攞啲汁味啊，佢都係啊。
慢慢整，冇爆得噶啦。爆，我有毛啊，睇下佢喎。啲底搞掂未？啲底只係2個啫係嘛？4個。我睇下個湯得未先。我諗呢個湯可以嘅，你望下，好清啊呢個湯。我啲貝殼攞嚟抌落去湯嗰度得唔得？我哋試試先。咁你就蒸啦。啲筍又切粒啊？乜？趕唔趕切啊？呢種？趕得切。你仲有7個字嘅喎。哦，7個字啊，炒埋底就得啦，依家。因为我们的主题是一口吃遍四季嘛，所以我们也准备了4种颜色的食材：绿色的青豆代表春天，红色的辣椒代表夏天，金黄色的姜饼瓜代表秋天，白色的笋则代表冬天。咁炒香就得啦，係嘛？对。不急不慢，他们那边还挺好，挺稳。我们这一轮的话是由香港蟹王负责乳鸽和金蚝这2个部分，我负责其他。因为的话，我们想的是老师傅把控味道，然后我年轻的来想创意这个样。因为乳鸽要过水嘛，把它的腥味啊、骚味啊过一过，然后把它放进我调好的卤汁，让它慢慢炖入味。跟住那个金蚝呢，我就把它的枕脱掉了，因为那个枕呢，我觉得硬，炒出来呢吃起来呢不好吃。最后呢，把这个金蚝和大蒜一起爆香，能够起到一点去腥的效果。我呢個搞掂啦，跟住要整乜嘢啊？那个鸽子卤进去了是吧？卤进去啦。好，那这个交给你剥吧，这个好慢啊。好，我可以干点别的事情。我剥。嗯，来，这个太麻烦了，这个东西。这一次有一些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然后就发现了很多的困难点，比如说青麦穗。它就直接是一个麦穗的形态上来的话，要脱2层皮的，在这么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剥它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就比较困难。这个能不能就这样把它破皮给打碎它呢？它带皮呀，皮不能吃呀。这样掰的时间不够哦。哇，你看这样剥。这个真的剥得很慢的，洗掉了，肯定洗掉。哇，那个麦穗皮是真的难剥，当时也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在那个上面。放弃行不行？如果你不放弃这一小段的东西，看一下后面不好搞是吧？肯定不好搞了，你看看。那放掉，直接用水煮吧。不行就煮了。对呀。我找一点熟啲的。哎，这真的容易哦。好锯是吧？对啊。可以。今年不能超时了，超时了30秒扣1分，那分扣的很重了。对呀。这次我想的是用展卷3合的方式来表达1年4季，所以我们先用乳鸽把它片成薄片，然后再堆起来，像一座山一样。这够不够啊？这样，再薄一点，再薄一点。这个可能太厚了。好。你看这个怎么样？
够薄吗？再薄它因为太热散了，不大好看。改一改到它要怎么样啊？改点像座山一样，像座山那样，就这样。因为我们这一轮想的是在展卷上呈现4个季节，所以我选择用这个薄饼来作为这个画卷的底。然后我会在这个饼上放上4个不一样的辅料食材，依次代表春夏秋冬和酸甜苦辣。咁我依家係點啊？我現在是不是拍那個蠔鬆下去，蓋着那個鵝？你搞一個給我。我蓋住它。好，好，乾淨一點。第2道菜品的投票結果，49比52。什麼？哇！当时这个比分出来，我瞬间压力更大了。因为的话，开始想的就是师傅和影视主厨的话，他们的实力也是相当厉害的。但是票数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凉了，没了。就是叠起来，让他们叠起来。叠起来行。还是太大了，再切小一点，可不可以？小。对，再切小一点。刚才我丢了好多小的，你说它小一点，小一点，1塊的还是多少塊？啊，一个要盖4塊下去吗？太乱了。这要切吗？切成这样是不是？不用切成这个样子。来，我来。那我帮你做什么呢？到后面开始出创意了之后。只能说由我来主导，因为我出的是创意。但是的话，他一旦接触到比较不擅长的东西，他可能就比较不能掌控。这个宇哥，你吃它什么热还是不热的？这个要下油吗？这个要不要？怎么个放法？是要切吗？里面有一点点开了，要再煮久一点吗？就他可能也不大明白我想要的想法，包括整个菜的设计，还有一些就是很细节的东西。然后一开始其实我也想都自己做，但是的话，时间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呢，那个元素呢我不懂。我是做2个菜嘛，他做4个东西呢，要入味啊，又要飞水啊，又要掰啊，又要什么呀，他的压力比我更大。我就那个时候我很希望我自己快一点做好，帮他一下这样。你看，你就像我这个样子，就是重重叠叠的，像个山一样。然后咱们春夏秋冬4个东西放在这儿。快点啊，没有时间了。对，没有時間啦。差唔多啦，古師傅夠差唔多啦，唔好搞咁多嘢喎。冇問題，冇問題。當我哋白少少抹水落去。10、9、都没有了。 8，等一下，7、6，快点， 马上！3、2、1。接下来，请新厨介绍自己的菜品。各位评委老师晚上好，我介绍一下我们新厨作品。首先呢，这个主题是一口吃遍4季。我们用了乳鸽腿，将4季的食材
酿入到了里面。底下垫的呢，做了一个绿的、红的、金黄色的、白色的，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我们还用剩余的鸽子肉做了一个汤，然后里面呢也加入了四季的食材，让大家不单只一口能吃到四季的味道，也能一口喝到四季的味道。一年四季，口吃进四季，哇！一口吃进之后，它所有的食材在你嘴巴里就是晕开的时候，那一个刹那，我懂了，四季就是这样子。鸽腿就刚好就是一口吃到里面，那些世界的食材呢是不会有打架的，不会有冲突的。鸽子的骨头拆下来炖了个汤，哦，非常好喝。这个汤呢做的还是不错的，大麦的香味鲜明的。两个古师傅的实力确实非常的强劲，但是创意和想法上肯定是我的这个更好。我们素厨这边出的这道菜叫掌卷山河，风味四季。每个小包都是一个味道，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和酸甜苦辣。再以乳鸽和炒的青蚝为主体来完美压体，底下再以薄饼作为画卷，就是更展现意境。素厨队的创意很好，四季风光，用一个画卷来表达，哎，这个其实也是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对吧？这饼是什么？玉米面吗？辣辣的。第三轮菜品已品尝完毕，请所有主厨返回现场。辛苦了，辛苦了，太辛苦了。必须这一下必须下去啊！一起拉上。辛苦了，辛苦了，我尽力了，尽力。故事讲得很好，菜品看得 amazing， 尽力了，结果 respect 一定会好的。接下来，请各位评审为本轮菜品进行投票。请注意，本轮每位评审计6分，总分30分。6分嘞！喜欢新厨菜品，请按1键；如果喜欢素厨菜品，请按2键。这把我不记我3比5这样3比2多导演啊，我不得大概率4比1。投票结束，截至目前两队的比分为49比52。下面马上公布第3道菜品的投票结果。本轮5位评审的选择全员一致。Oh my god！ 全员一致。It's quite interesting. 5位评审选择的是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轮做意境创意都做得挺好的。对，这是真的，就是我们主题都表达出来了。那个汤可能加分，那个汤，而且每一种食材都是有本身的味道。对呀，我们多一个汤，再这样，很多菜是古师傅做出来的，古师傅炒菜很厉害，被公认。所以我觉得我们稳了。5位评审选择的是心跳加速。恭喜星厨队！生活参与时尚感受到等观众感后台讨论，分享你的观点与创意吧。我很高兴，我就马上哇跳起来。这是大家的团队的荣誉，特别高兴。如果是我是个人去比赛的话，我输赢我都是平常心，很开心。就给我说，因为我们去3米今天颁奖领奖的时候，还要激动开心，啊，这是来之不易。太漂亮了，就是这一场也是一个翻身仗，这个翻身仗，而且比分还特别大，一下从谷底到山顶的感觉。开心啊！行啊，你们俩晋级了，老师，大喜事啊！来，沾喜气。哎，有喜事就要喝七喜嘛。对，必须的。好。哇，这一口柠檬味气泡太清爽了，真是爽透顶啊！这个喜气气上了啊！下一轮我们继续好好发挥。谢谢周老师，借您吉言，我们一定好好努力，预祝成功。好嘞，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尽力了，是吧？尽力了，bro。尽力了，师傅。没事，没有。我觉得我们把意境已经玩得很好。对。那一刻呢，我觉得我那个，有很大的责任啊，是不是我把那个素厨整队拖住了？这样突然间那个分数拉得这么低，有一点失落感，就是啊。不知道怎么样，反正那个滋味呢，就是好像特别难过的一刻。哎呀，为什么上了去这么高，突然间就掉下来了？这样，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像对面的2个古师傅，他们其实之前有合作过，实力也摆在那里，就是一个谁来谁死的这个情况。首先要感谢2队给我呈现的一口吃遍4季。当我看到这个素厨的这一份餐端上来的时候，我实话说我没有太看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实话说，它每一个食物都没有融合。这个饼皮不太好吃，真的，确实不太好吃。新厨的这个春夏秋冬的这个颜色，其实搭配的是很好的。每一个春夏秋冬，不管你是混在一起吃也好，还是单独吃也好，它的食材的本味很清新，很舒服，也很爽口。最好的还是乳鸽加蚝的这一口肉感。它的那个肉感让我吃出了一种满足，这是我投这个新厨的原因。这一票我也是投给了新厨，我觉得不意外啊，从他们2个队呈现的作品一看就很明白，他们会说的有点彻底。The anonymous chef. I guess you were overconfident when you were winning by so much. And I really query your strategy, how quickly it took you to establish your teams, which I actually thought could have been better selection. I blamed it on the strategy. I think they put the weakest team at the end.
you could tell the dish was so weak. This is my thinking, you know, the first dish, decision was easy. Second dish, much harder. The third dish, it was a whitewash. So this is life. 首先，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讲，因为上午的巨大成功，可能有一点过于的骄傲了吧，所以在人员配置上面，我们就没有去做太多的深究跟考虑。不像对方的新厨来讲，他们在每一个作品里面都是选择最合适、最强的选手，他们一定要把那一场拿下来，那样的思路去打这个比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教训。In this game, always keep humble, because keeping humble makes you better. So can we all stand the anonymous chef and give the star chef proper respect? ，AI 实力对决结果，恭喜星厨全员晋级。素厨队全员进入抢位赛。You know, when you lose, it really sucks. I was quite happy that I have another chance to advance to the next round, and I think so far my journey through this show was very dramatic. I was like, again, this is happening again to me. How I need to survive again. 好不容易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了一天，积累了这么深厚的感情，然后明天又要变成对手了，觉得既开心又有一点压力。瞬间，所有人的身份是变了，从并肩作战的队友变成了现在要两两相争的对手。在下一秒，我们又不得不为了晋级的名额而厮杀。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道清爽又解馋的薄荷炸排骨。这道菜外酥里嫩，带着薄荷独有的清凉风味，很适合夏天。排骨切小段后，加入玉米淀粉抓洗排骨，在腌制的时候可以加入李锦记的薄盐生抽。这款生抽咸鲜味道刚好，长时间腌制也不会很咸。平时大家在家里炸排骨很少放蚝油，但它其实是提升风味的关键哦。李锦记的旧装蚝油是用新鲜生蚝熬制出来的，蚝鲜自然浓郁。能激发出肉的紫香，锁住肉汁不发干。想要排骨酥脆，有个小窍门，就是把腌制好的排骨进行2次裹粉，6层油温先定型，再高温复炸锁汁，加入薄荷，激发出清香，和排骨翻拌均匀，薄荷炸排骨就完成了。外皮酥脆不腻，薄荷的清凉刚好中和肉的厚重口感。靠李锦记的调料搭配实用处理的小技巧，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经过团战比拼后，素厨全体落入抢位赛，你们将从队友变成对手。本场比赛主题：命运之轮。要把他们打败，说实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于队友最好的尊重就是全力以赴。 It's elimination game, which means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pressure. I'm not really regretting. You got into that position, so don't tell me you don't want to win. Yeah, I want to win. 兄弟撞车了呀！我做的也是这个，比我那个还好。希望我今天可以感受到属于你们独有的个性。哇，这个还真没看过。
哇，好嫩！我觉得这一道菜是你来节目做的最好吃的一道。好吃的惨，拔死的板，我给他100分。哇，这个送饭菜完美。I ate it all。哇哦哇哦！还没吃2口。要吗？还有，都是给你的。再吃2口会不礼貌吗？再吃1个。我没吃过这种。请评审们商议决定晋级者名单。难喽！让我们恭喜。你的前3是谁啊？周杰伦、潘玮柏、王力宏。